一场怪梦，竟让我穿进了追了多年的小说里，成了原著中不存在的人物。开局就是满门抄斩的死线，我扎进书斋找破局之法，不慎摔落，被绝美公子稳稳接住。没想到那就是暗恋已久的白月光纸片男主。我抱着男主攻略手册，偶然混入宫廷宴会，是要抱白月光大腿改命。我以为活路稳了，转脸宴会上又精准踩雷，把全书最狠的男二摄政王得罪得透透的。一边是刚接触的心动生路，一边是从天而降的死局，这局我能撑几集？我叫林婉欣，今年24岁。父母在我幼年时遭遇车祸离世，从此便由叔叔伯母抚养长大。他们住进了我父母留下的房子，给了我一个看似完整的家，却也让我从小就学会了隐忍和讨好。为了多赚点钱，也为了能晚一点回家，我几乎每天都留在公司加班，成了写字楼里最晚走的那批人之一。常年陪伴我的是一本我最喜爱的小说。还不回家呢？还有一点收尾工作，马上就好。书中主角萧景恒简直就是我黑暗日子里的光，他踏着荆棘走向帝王宝座，一路杀伐决断，从未有过半分迟疑。我常常会想，要是这世上真的有萧景恒就好了，可惜他只活在那些被我反复品读的字句里，隔着一页纸的距离，我永远也触不到他披荆斩棘的身影。这房子是父母用命换来的，当初他们说帮我守着家，我信了。婉欣，这么晚还看闲书，你也不小了，个人问题上点心。隔壁王阿姨家同岁的姑娘，孩子都快会跑了，总赖在娘家也不是个事儿。知道了。到头来，我竟成了赖着不走的外人。现实太苦，只有书里的男主角是我唯一的光，可连这唯一的念想都只是纸上的人。明明是月色缱绻的景致，却只有冷香与墨香，无半分暖意，只剩刺骨寒意。这是哪里？那个身影是谁？好冷，我想跑，却动不了。他是谁？为什么这么冷？我好怕，他不要过来。苏阮月，你是谁？苏阮月，那是谁？好疼，快放开我！去找萧景恒，告诉他我回来了，他欠我的，我会连本带利给讨回来。你是他的软肋，也是我的筹码。救命！我不想死！我到底梦见的是谁？苏染月那是谁？小说里有这个人存在吗？我怎么不记得？苏染月，这本书里根本就没有这个人物。那个男人是谁？这是哪里？我不会真的穿书了？小姐，您醒了。您昨夜睡得不安稳，
将军和夫人特意让奴婢一早炖了安神汤，您趁热喝些吧。我没事。对了，小姐，将军今早进宫前特意吩咐说，今日靖王殿下回京，京中热闹得很，让您今日就在府中待着，莫要出去乱跑，免得惹出麻烦。我这是穿到哪一章来了？靖王是在说萧京寒？你方才说我爹入宫了，我是谁？这是哪里？小姐，您叫苏阮月，是镇北将军苏烈的小女儿，这里是将军府您的闺房。苏烈是书里开篇就被满门抄斩的镇北将军。既来之则安之，先走一步看一步吧。不兴满门抄家前，找个机会逃出去。怎么会？他们为什么和我现实里的爸妈一模一样？这不是梦，真的不是梦。阮月，愣着做什么？快过来坐，今日做的都是你爱吃的菜。快过来，刚从边关回来，一路辛苦，定然饿坏了。快过来。爹娘，在这步步惊现的异事，他们是我唯一的精神支柱，绝不能让将军府满门抄斩，绝不能再失去家人。书里朝堂细节有限，我必须摸清京中局势，才能避开灭门祸事，保住我的家人。本以为穿越是逆袭，结果却是死局，全家都不知道未来要大祸临头，就我一个人清醒的等死。这穿书体验也太窒息了。府中尚无典籍查阅了，记得小说里有个书斋华丽无比，里面有许多珍贵典藏，我要不去那儿碰碰运气？终于溜出来了，可别被下人发现，赶紧去汉墨斋找典籍。这书里的世界也太美了吧，落花与雕梁画栋，简直和书里写的一模一样的。哇，好帅的小哥哥！这也太帅了吧！这便是古代花美男吗？那本书叫啥来着？好像是《大靖边防志》。找到这本书，摸清兵权脉络，至少能让苏家在这场朝堂纷争里寻一条生路。啊！看风凤凰，空放草白斜阳。等你时，我太狂妄，数天又流长。我穿过十里江，回望西凉，西风也归窗。又一载惆怅。多谢公子。姑娘小心便是。少有女子对鞭策典籍感兴趣，姑娘喜欢此书，便赠与你。多谢公子。殿下，此女是镇北将军苏烈之女苏阮月。苏烈手握北境10万病兵，忠于陛下，不涉党争。苏姑娘自小在边关长大，上月才随家回京，京中人脉极浅。他与苏丽的感情如何？回殿下，苏将军极疼此女。苏烈手握北境10万重兵，中立不争，是朝堂最关键的一股力量。既然他极疼苏冉月，不必惊动他，暗中留意他的动向。属下遵旨。
宁太妃素爱雅致，和田玉茶具配雨前龙井，最合她心意。明日送往宁太妃宫中，切勿延误。是。小说里写着，萧景恒终会围剿将军府，置苏家于死地。要改写宿命，唯有接近他，摸清心思。可我是穿越而来的现代人，连靠近他的门路都没有。小姐，好消息！宁太妃宫里差人送来了宫钥请帖，说是上巳宫宴，邀请小姐一同前往。宫宴？宁太妃怎么会突然邀请我？太妃就您一个亲侄女，知道您刚回京，想让您多认识些京中贵女，也顺便熟悉熟悉宫中规矩呢。机会这不是来了吗？对，书里说萧景恒有枚从不离身的玉佩，后碎裂遗失。我若做一枚同款，宫宴上送他，肯定能让他记住我。春桃，你明日一早就去京中最大的玉雕坊，找最有名的工匠，就说我要定制一枚羊脂玉续配，多贵都没关系，务必在宫宴前做好。是，小姐这是做什么用？别问，照做就是，尤其不能让老爷夫人知道。奴婢明白，一定要一模一样，不能有一点差错。为了将军府，我必须成功。快起来吧，刚回京没多久就被我叫入宫来。坐吧，陪姑母说说话。阮月见过姑母，谢姑母。阮月，今日宫宴权贵齐聚，靖王萧京寒刚回京，性子乖戾，你务必避开他。这宫中人心复杂，你一个人要多加小心，千万不要被人利用了。阮月记住了，多谢姑母提醒。还有那个萧京寒，你最好也离他远一点。萧京寒，书里的大魔王，我躲都来不及呢。我书里的白月光萧景恒来了。二殿下安。他身后那个漂亮姐姐，应该就是小说里的官配，草根出生的未来皇后沈之意。诸位免礼。居然是他，汉墨斋那个人。书里说会灭了苏家满门的人，怎么会是他？殿下，您最爱喝的雨前龙井，刚泡好的。多谢姑母。春风先发院中梅，阴杏桃梨次锦。借花鱼线深村里，一道春风为我来。这位姑娘倒是聪慧灵动，不知姑娘芳名？民女苏阮月，见过二殿下。殿下谬赞了。我要怎么让萧景恒留意到这块玉佩呢？这张脸为什么这么熟悉？是他，梦里的男人，晋王萧京寒，全书里最狠厉的疯批反派，杀人不眨眼，折磨人的手段残忍到令人发指。我当初看书时，连他的剧情片段都要飞快跳过去。他杀人如麻，一辈子都在不择手段与萧景恒争夺皇位，最后落得个凌迟处死的下场。
完了完了，快停下来啊！被他盯上，我完了，川术生涯这是到头了。盯着本王的好皇侄看了大半个时辰，眼睛都快粘上去了。怎么见了本王就躲？真是不知天高地厚，攀附二殿下也不看看自己几斤几两。小姐说的是，她不过是个刚从边关回来的野丫头，也配合京中贵女争着讨好殿下。本王的路也敢挡，胆子倒是不小。七皇叔，苏小姐初入京城，不懂宫中规矩，方才多有冒犯，还请七皇叔海涵。皇侄倒是护着她，怎么？这小丫头入了皇侄的眼。七皇叔说笑了，苏将军驻守北京，劳苦功高，今日宫宴不宜动气。七皇叔还是莫要与小姑娘计较。苏小姐稍安，七皇叔性子素来清冷，无心为难你。晚宴后，本王命人送你回府。谢谢殿下。晋王殿下，您这刚回京，臣女敬您一杯，愿殿下万事顺遂。真新鲜。攀附权贵前，也不看看自己。山鸡还想飞向枝头变凤凰吗？知意，宴上的事都处理妥当了。回娘娘，都妥了，只是那苏阮月，她屡次凑向二殿下，存攀附之心。晋王殿下倒是看得清，当场就冷着脸将她斥退了，连半点情面都没留。哦，晋王倒是出手够快。既然晋王厌恶她，那便再好不过。知意，你自幼陪在二殿下身边，他的心思你最清楚。既然他想攀附，那便彻底断了他的念想，借晋王的手，让他死了那份心思。知意，你向来懂事，本宫无儿无女，你是本宫唯一的指望。今日受惊了，往后若再遇到难处，可遣人往东宫递话。多谢殿下。明明知道自己是穿越过来的局外人，可面对他还是忍不住心动。这种偷偷喜欢的感觉，既甜腻又心慌。这一次，一定要顺利送到二殿下手中。不能再出任何差错。小姐放心，宫里那么大，一定不会再遇到晋王殿下的。
靖王有令，二殿下不缺这些物件，苏小姐少费心，免得惹祸上身。你们太过分了！靖王与二殿下在宫中议事，闲杂人等不得入内。我是受邀来参加诗会的。靖王有令，今日任何女子不得入内，违者后果自负。小姐，别生气，我们下次再找机会吧。下次？还有下次吗？萧景寒他就是故意针对我，他到底想怎么样？苏小姐倒是勤快，刚被拒之门外，就又出来寻机会讨好本王的好皇侄。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我没有，我只是出来散心。不自量力，你以为你讨好萧景恒，就能保全将军府？我没有招惹你，我只是想护住我的家人，我只想活下去。你为什么非要针对我？下次别再让我看到你。我不会放弃将军府的。什么办法能去见萧景恒呢？哎，我可以想别的办法啊。阳关道走不了，独木桥也过不了。哼，这院墙还归你萧景寒管吗？还得是这女扮男装法子靠谱，不然走半路又要被大魔王赶尽杀绝了。心有灵犀千万里相拥，奔向一双温柔眼瞳。苏姑娘，你怎会在此处？完了，怎么偏偏这个时候遇到萧景恒？太丢人了！远之远，处在遥遥，银河却久久别人的一笑。回家起，悄悄悄悄，明月来相照。再去的遥遥遥遥，一瞬欢情，纵身在人潮。红尘与我与君共偕老。方才太过危险，往后万万不可再如此莽撞。是殿下，臣女也是无奈之举。唉，不愧是我书里的白月光啊！一生忙于朝堂，素醒夜灭，只为百姓安定。这般心怀天下，日后定然也是一位好明君。看什么看得这般入神？没什么，只是见殿下处理公务太过认真，一时看呆了。哦，看我处理公务也能看得这般入神。我今日本打算出府巡视，过几日宫中将要举办围猎宴，你若有空，便一同前来吧。好，我一定去，多谢殿下。王爷，今日整整一日，未见苏姑娘踏出将军府半步。但方才景和宫那边传来动静，有人察觉宫墙外侧
有黑影翻墙潜入，起初疑心是苏姑娘私闯东宫，属下即刻核查，是一男子，并非苏姑娘。有点意思。安分了一日，转头就闹出翻墙入宫的动静，看来是得找个机会把他除了，方能省去日后无数麻烦。小姐，宫里来人传话了，说是二殿下请您即刻入宫，有要事相见。快，春桃，快进来给我梳洗，别误了时辰。哎，川叔也太幸福了吧，能天天见到爸妈，还有我的白月光。完了，怎么又遇见他了？我怎么这么倒霉？他不会又要刁难我了吧？站住！来了宫里见到本王，就想这么走了？参见靖王殿下。跪下。谁在天涯海角千里迢迢风雨潇潇，写我情丝山海道道。此生终能来笑起，难料爱恨难逃，结局能臣女参见靖王殿下。世间纷纷扰扰，山高云下，黑夜中明亮。流花一人的天光脱下。别出现在本王眼前，碍眼。小姐，咱们可得小心些，别撞见靖王殿下，免得又惹麻烦。我知道，全程跟着二殿下就好。皇侄，围猎在即，久坐无趣，不如你我先去剑道比试一番，全当热身。七皇叔雅兴，侄儿自当奉陪。地上散落不少剑羽，你去捡。七皇叔，这些杂活交给下人便是。皇侄这是舍不得，那便让他的丫鬟去捡。不必为难旁人，我去便是。七皇叔，您这是何意？皇侄不必大惊小怪，不过是一时手痒，随手练练准头罢了。你没事吧？没事。怎么办？这个疯子是真的想杀我。
阮月妹妹，西侧山林有安神药草，对二殿下失眠有益，我陪你去采些送给他。靖王殿下，前方有头罕见的白尾鹿，属下已查明踪迹，正往这边来。知道了。好呀，好呀，那我们快去快回。放心吧，妹妹，片刻就好。抓住他，别让他跑了！哎呀，妹妹，我肚子疼得走不动了。前面不远处就到了，你自己过去采，很近的。我在原地等你回来。那你好好在这儿休息，别乱动，我快去快回，采完药草就立马回来陪你。边关初来乍到的野丫头，还想走出这深山密林呢。我人麻了，别吧，大哥，我就是个无辜迷路游客，肉不多还全是骨头，真不好吃啊！现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，下雨天黑，还有猛兽环绕，我只是想找条路而已，没必要上演野外求生恐怖片吧？不管了，先找个地方躲一晚，等天亮雨停了再想办法。我靠，他怎么会在这儿？看样子他好像伤得不轻啊，太倒霉了。我得趁他昏迷赶紧跑，离他越远越好，免得他醒了找我麻烦。我可不能跑啊，外面全是野兽还不认路，跑出去纯属送死。要是见死不救，他醒了肯定饶不了我。别误会，我不是救你，就是怕你死在这儿连累我，也怕你醒了报复我。真倒霉，躲来躲去还是跟你困一块儿。伤这么重还发高烧，真难搞。反正书里写了他现在死不了，我先随便照顾他2天，等人来了我立马溜，跟他撇得干干净净。你醒了，我不是故意要留着的，我就是怕你死了我说不清。睡。你这般怕我，又何必费心思照料我？若真怕我报复，趁我昏迷时，只需随手推我出去，便能一了百了。我都说了是为了自保，你要是死在这儿，别人要是发现我来过，我跳进黄河也洗不清。这荒山野岭的，我该怎么办？孩子，别怕，我们常年在这山里住，懂些草药，先跟我们回家，把伤养好再说。谢谢爷爷奶奶，大恩大德莫齿难忘。
公子，你这伤得及时上药，不然天凉了容易化脓。衣服也破了，换洗的给你们备好了。有劳。药膏给你，你自己擦吧。我手臂有伤，自己怎么擦？天哪，还要给他擦药，弄疼了他会不会生气啊？一个，两个，哇，7个！你在做什么？玩啊，不然这日子多无聊。又没小说又没手机的，还能干啥？小说？手机？那是何物？你问那么多做什么？呀，有只小白猫。脏兮兮的野物，碰它作甚？它多可爱呀！你要不要试试打水漂？很解压的。这女人当真古怪。真是笨死了，连被子都盖不好。你又来啦。又招惹那脏物。它不脏，洗洗就好了。那是什么？花环，好看吗？无非，别走。不对啊，小说里说过，他是先帝最疼爱的幼子，在爱里长大的孩子为什么会这么冷血狠戾？张阿公、张阿婆，多谢你们这些日子的照料。阮月今日告辞，日后若有机会，定会再来探望二位。你一身白，像极了暮春的梨花，往后便叫你梨花好不好？这东西又吵又脏，你还想带它走吗？公子莫怪，这猫是流浪来的，性子乖巧得很，不吵不闹。姑娘若是喜欢，尽管带走便是。你看它多可爱呀！王爷，属下等来寻您了。王爷，属下等来迟，恳请王爷降罪。无妨，回宫。是。希望这次回去以后，他可别再那么厌烦我，找我麻烦了。阮月，你可算回来了，娘都快担心死了。娘，对不起，让你们担心了。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围场遇刺一事，凡是参与其中的人，一律灭口，不留后患。柳氏外戚皇后那边密切监视。是。王爷，那苏家小姐需要一并除掉吗？不必，暗中盯着她，每日跟我汇报。是。小姐，二殿下驾临，亲自来看您了。快请殿下进来。阮月，听闻你受伤，我过来看看。伤势无碍。多谢殿下挂心，不碍事，
就是些小擦伤，让殿下担心了。阮月妹妹，你可要好好休养。我听说你迷路的消息，日夜都在担心。多谢沈姐姐关心，我会的。之意，围场密林之事是你所为。景恒哥哥，是阮月妹妹弃我于原地，我酒后不治，绝非有意刁难。此事我不深究，但你需记着，苏阮月无辜，莫再存歹心害她。你我自幼相伴，如今你竟为了他责我怨我。都走开！我不准你们欺负他。之意，适可为止。苏冉月，我绝不会让你得逞，绝不会。出烟里着夕阳，你的示意我懂藏。围猎那天让你受了惊，是我考虑不周。放心啦，我又不是玻璃做的，哪那么容易碎啊？再说后宫生存法则第1条，自己不坚强，谁替你勇敢啊？后宫生存法则倒是闻所未闻，你总能说出些稀奇古怪的话。这是什么意思？这个手势代表没问题，很好。与你泛舟荷塘，听你讲这些新奇趣事，倒是本王近日最舒心的时刻。思念透我窗，这家乡有山月光还摇晃。我走过十里塘，看风泛黄，空放走白斜阳。等你时我太狂妄，数天涯路长。我穿过十里塘，回望对了，我有件事想问问你。你说。若将来有身不由己的一天，你会不会为了追逐权力，连无辜之人也一并伤害？不会。他未来会成为太子，会登基为帝，会手握天下大权，权力最是磨人。希望到那时，他还能守住这份初心。去把船给我掀了。算了，回府。是。我刚才为什么要躲开呢？事态发展好像已经脱离小说设定了。爹，您进来吧。宫里传口谕，陛下设庆功宴，贺靖王平安归来。二殿下邀你入宫。为父有话对你说。苏家世代长兵，本就遭皇室忌惮，你与二殿下走得近，皇家人心难测。为父放心不下，你切记与皇子保持距离，谨言慎行。为父不求你风光，只愿你平安。女儿明白，父亲放心。我到底是为了改命还是……心里比苦瓜还苦。昨日荷塘泛舟，是我一时情动失了分寸，唐突了你。二殿下不必道歉，我没有怪你，只是当时太过突然，我一时慌了神。
来，苏小姐，那日围场你迷路多日，一个未出阁的贵女孤身待在深山，难免引人非议。不知你是被哪位贵人照料，才得以平安归来啊？我是被山中的农户照料，并无其他贵人。柳小姐，阮月刚经历磨难，身心俱疲，此事不必再提。柳姐姐莫要为难阮月妹妹，她久居深山，孤身受惊，应是被农户所救，并非姐姐所想。别怕，有我在。我知道。那是自然，不过关心则乱，只怕苏小姐不敢作答。聒噪，再敢多言，拔了你的舌头。皇侄身边向来莺莺燕燕，从不缺人，可如苏阮月这般蠢笨的，倒是头一遭见。靖王，恕罪，臣女再也不敢了。他到底是在帮我，还是在骂我？殿下，我想出去透透气，失陪片刻。我陪你去。不必了，殿下留步，我片刻就回。怎么感觉靖王怪怪的？山里发生的事，瞒着萧景恒也不知道是对是错。你以为景恒哥哥是真的心悦你，不过是拉拢朝中势力的法子，你也配痴心妄想？从你们汉木斋岛遇之后，他便一直在背后派人监视你。你说他图什么呢？所以到底是我成了那个被攻略的人。苏阮月，别以为有旁人庇佑就能在京中妄为，真当自己金尊玉贵。我没招谁没惹谁，一向安分守己，倒是你这么咄咄逼人，才真是丢了世家小姐的脸面。自不量力，这就是你敢跟我顶嘴的下场。这次是真的完了吧？传术生涯真的到头了。真是蠢笨至极。
把这个毒妇给我拉下去。求靖王饶命，我再也不敢了。今日之事，谁敢多言半句，泄露半个字，同罪论处。这就是沈家姑娘吧？都跪第2日了，也真能熬。她算什么？跟她一起推苏家小姐下湖的柳嫣然，当晚就被靖王拿了，挑断手脚筋，割了舌头。柳家隔天就抄家贬谪了。王爷，是否要上前？不必，盯着他。贵族3日，少一个时辰，就送他去跟柳嫣然作伴。苏阮月，这笔账我记下了。玉壶推苏阮月下水的事，是你撺掇柳嫣然做的？景恒哥哥，我只是一时糊涂，我从没想过要他的命，更没想到会闹成如今这样。柳嫣然，你把我的话全当耳旁风了。前些日子深山魅林里，他与靖王同时失踪，又一同回来。靖王从前对他厌恶至极，如今却处处护着他，这般反常，难道不是他用了狐媚手段？够了。之意，我待你从来只有兄妹之情，并无半分男女之意。从前是，现在是，以后也不会变。兄妹之情，就因为苏阮月，若不是他横插一脚，你怎么会？与他无关，是你自己行差踏错，把心思用在了旁门左道上。柳嫣然的下场你亲眼见了，若你再不知收敛，下次就不是罚跪3日这么简单。回去安心思过，别再惹是生非，否则我也保不住你。知道了。我竟忘了，他是书里那个杀伐果断的男主角，一生权衡利弊，到最后能凌迟处死自己亲皇叔的人。我以为的心意，不过是自欺欺人。阮月，娘知道你委屈，别总把自己关起来。爹娘，我没事，你们让我一个人静静就好。阮月，有爹在，你好好吃饭休息，一切有爹扛着。前路迷茫，我不知该如何走，更不敢想苏家被利用完后会落得怎样的下场。王爷，将军府那边传来消息，苏小姐近日一直闷在府中，未曾出门，也未曾入宫。闷在府中，谁准她一直躲着呢？她为何躲着我？往日缠着萧景恒，如今却销声匿迹，莫非是怕我？不行，我必须见到她，无论用什么法子。妈呀，大晚上的，他怎么会出现在我家院子里？大哥大哥，你别过来啊，这是想干嘛？我最近大门不出二门不迈，不至于哪儿又得罪你了吧？自从本王回府，对这只小猫甚是思念，是本王当初后悔了，如今想要把它接去我的府邸圈养，只不过本王从未养过这些小东西，你最好日日前来本王府邸照料，不得有误。啊，这不是我的猫吗？本王说它是本王的，它便是本王的。往日里瞧它碍眼，如今本王想养，你也敢反驳？还是说，你觉得本王的话，你可以不听？我不敢。明日起日日来王府照料。
若有差池，本王唯你是问。我知道了，我会日日去王府照料梨花，绝不会耽误。他到底想干嘛？又是为了萧景恒。小说里萧景恒的一切他都会抢，可苏阮月在原著中根本就不存在，我连个参照物都没有。明明已经拼命躲着他了，他偏偏要揪着我不放。唉，活一天算一天吧。二殿下连日心绪不宁，想来是为了我那侄女吧？太妃慧眼，阮月落水之后便一直闭门谢客，不知她近来可还好？姑娘家本就心思细腻，脸皮薄，回避相见，原也是女儿家自保内敛的性子。老身不问朝堂算计，也不揪扒人闲话，只想问殿下一句心里话：你待阮月是发自本心的倾慕怜惜，还是借着这份情谊稳固自身朝堂立足之地？老身知晓殿下身处皇子纷争，身不由己。只是若当真对他有心，便该先沉下心，沉淀自身，积蓄羽翼。多谢太妃提点，景恒已然明白。他干嘛老盯着我？怪吓人的。不行，我得缓和一下这个气氛。对不起，我真不是故意的，我帮你擦干净，你别生气。毛手毛脚，连杯茶都端不稳。王爷，衣衫湿凉侵体，容易染上风寒。妾身早已备好干净寝衣，随妾身入内更衣休息吧。来人，把他拉下去。别碰我，我自己走。那我先收拾了，您先处理衣服。慌什么？本王还能因为这点茶水就吃了你？先把猫喂好，其他的事下人会来收拾。奇怪，他明明该生气的。小说里他的设定就是一位暴君，可为什么？愣着做什么？喂你的猫。日日来王府，怕了？不怕，只是怕耽误您的事。本王的事就是让你日日来照料梨花，记住了，辰时来申时走，不得缺席。还真成你的猫奴了。猫奴？又是什么胡话？没什么。王爷，晚膳已经备妥了，老奴来请您移步用膳。知道了。老奴方才在廊下瞧见苏家姑娘走了，王爷这眼神儿都快追出院墙外头去了。嬷嬷眼花了，本王只是在想北边军报的事。老奴活了大半辈子，这点心思还能看错？王爷呀，您是喜欢上苏家姑娘了吧？
一派胡言，不过是为了制衡萧景行，才将他绑在身边。王爷也到了该成婚的年纪了。苏家姑娘心性纯良，眉眼也周正，您要是真有意，别总憋着，错过了多可惜。阮月，你回来了。二殿下，刚从靖王府回来，听闻七皇叔唤你去喂猫了。梨花任生，旁人喂不进食。这些日子我一直放心不下你，今日冒昧等候，只是想确认你一切安好。劳殿下挂心，我一切安好，不必担忧。安好便好。天色已晚，你早些回府歇息，我便不叨扰了。多谢殿下专程等候。说吧，近日靖王殿下身边可有异常？你监视的情况一一禀来，不得有半分隐瞒。回皇后娘娘，近日苏阮月屡次出入靖王府，与靖王往来密切，绝非寻常交情。奴才瞧着靖王殿下待苏阮月与旁人不同，眼底的纵容藏都藏不住。哦，竟有此事？靖王向来清冷，竟会对一个女子这般纵容？奴才不敢欺瞒娘娘。继续说，还有什么异常？是娘娘，苏阮月性子活泼，不似寻常闺阁女子那般拘谨。奴才瞧着靖王殿下对她竟是全然的纵容，哪怕她言行出格，也从不会责备半句。知道了，你继续盯着，将沈之意唤来，本宫有要事寻他。奴才遵旨。萧景寒、苏冉月，一个手握兵权，一个背靠镇北将军府，二人纠缠过深，必将威胁吾儿黄元。萧景寒、苏冉月，一个手握兵权，一个背靠镇北将军府，二人纠缠过深，必将威胁吾儿黄泉。白月光递帖子邀我逛灯会，答应吧。沈之意那个恋爱脑指定又要变着法搞我，可我怎么敢拒绝未来太子啊？合着横竖都是坑，我这纯纯大冤种吧。王爷，我今天能不能早点走？何事值得你这般躲闪？是二殿下送了帖子，邀我今夜同逛上元灯会。灯会是皇兄教他督办的差事，本王正好去巡查。你与我同路，免得旁人说靖王府苛待下人。一个麻烦没甩掉，又捡个更大的，纯纯倒霉爹 buff。好，多谢王爷。给七皇叔请安。哎，你们看，前面有猜灯谜的活动。你若喜欢，我陪你去看看。恭喜客官，答对了谜底。凑巧了，我记得你偏爱甜口，这家老店的糖熬得最是均浑不腻。街边零嘴难登大雅，皇侄待客之道，如今这般粗劣浅薄。他这是直接把我当挡箭牌用了。行了行了，大过节的就别针锋相对了，好好宫灯不行吗？过来，擦了。若没有朝堂争动，没有叔侄反目，是不是所有人都能安稳顺遂？可这片刻静好，终究只是暴风雨前的松弛。陛下，皇后娘娘，臣女偶然在假山后捡到一样东西，事关皇家颜面，臣女不敢隐瞒。呈上来。
陛下，这是镇北将军苏烈之女苏阮月的手记啊！您看这些话。念。今日赴靖王府，见梨花温顺，心下欢喜，愿陪王爷共守梨花，岁岁长安。放肆！闺阁女子不守礼教，日日私亲靖王，有辱风化。传朕旨意，镇北将军之女苏冉月即刻押至皇宫大殿外，长跪思过，无旨不得起身。彻查其言行，以正视风。父皇，求您开恩。苏小姐性子纯良，绝非不守礼罚之人，此事定有蹊跷，求您暂缓责罚，容儿臣彻查此事，还苏小姐一个清白。这都是些什么破事儿啊！别人穿越是宫斗王者，我穿越成了背锅侠。放肆！朕已下旨，岂容你在此胡言求情？苏冉月不守礼教，有辱风化，罚跪已是轻饶。你若再敢为他求情，便是罔顾朕的旨意，无视皇家礼教，休怪朕连你一同责罚。雪花飞，从清澈的水散成白色的灰，肩上的雪，悄无声无息落，无声无息一起一回。起来，谁准你在这里屈膝丢本王的人？是他，怎么是他？各自奔赴时间的长。皇兄要是责罚我的猫奴，便连同我一块罚了。今日苏冉月在这里跪多久，那臣弟便在这大殿门口守多久。去，请靖王殿下回府，就说朕准他带苏冉月离去。此事容后再议，莫要在此僵持，失了皇家体面。靖王殿下，陛下有旨，请殿下携苏小姐回府歇息。苏小姐罚跪之事，容后再彻查商议，切勿在此受动，伤了皇家体面。告诉皇兄，苏冉月是本王的人，下次再敢动她，本王不在乎什么皇家体面。从清澈的水散成白色的灰，肩上的雪，悄无声无息落，无声无息一梦一回。姑娘可算醒了，雪地里跪得太久，寒气压了身子，可不敢乱动。这是哪里？这里是靖王府，老身是伺候过先皇妃的陪嫁丫鬟。王爷从小是我看着长大的，府里人都唤我沈嬷嬷。王爷性子生来就冷，自幼命里孤苦。先皇妃走得早，他小小年纪便在边疆苦寒之地步步熬着，从来不肯在外人面前露半分软弱。平日里他寝殿从不许外女踏入，更别说安置在此。这次姑娘落难雪地，王爷是实打实动了心，千叮万嘱让我好生照看，半点不敢怠慢。你再静养片刻，我去吩咐小厨房备些清淡粥食，等精神好些了，再安排送你回府。
他那般偏执狠烈，偏又总在我绝境之时伸手相救，让人看不懂，也躲不开。萧京寒与苏阮月日渐深厚，苏家手握重兵，一旦与他彻底联手，景恒将无立身之地，必须立刻斩断牵连。娘娘放心，老臣已有万全之策，即刻请旨赐婚，苏阮月变成景恒未婚妻，与萧京寒再无瓜葛，一刀两断。赐婚事大，苏家兵权在手，须得稳妥。娘娘不必顾虑，赐婚不过是幌子，待景寒娶了苏阮月，渗透苏家，夺其兵权，届时萧京寒失了依仗，两患可一举铲除，永绝后患。3日后，陛下便会降旨，将苏阮月赐婚于二殿下。之意，太子妃之位只能暂且搁置，日后再做计较了。既然除不了你，那我便再寻他法。这世间所有挡我路的人，我一个都不会放过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苏家嫡女苏阮月温婉贤淑，端庄得地，特赐婚于二殿下萧景恒，则良辰吉日完婚，钦此。儿臣恳请父皇收回成命，这门婚事，儿臣绝不能应。逆子，天子赐婚，何等荣光，你竟敢当众抗旨！儿臣与阮月姑娘只有君子情谊，并无儿女私情。儿臣不愿以婚事为筹码行算计之事，恳请父皇收回成命。二位老人家，今日找你们，是要你们帮我做一件事。只要你们肯对外作证，说亲眼见过苏冉月与萧京寒在这深山私会，行苟且之事，毁了名节，这银子就是你们的，够你们后半辈子衣食无忧。姑娘，我们老两口一辈子守在山里，没见过你说的什么贵人，更没见过那些龌龊事。昧良心的假证，我们死也不做。害人的事做了要折寿的，你们快走吧。我再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，做还是不做？不做。处理干净，别留下任何痕迹。来人，备纸研墨，我要写一封信，火速送往苏府。是。王爷，御书房传来消息，陛下下旨将苏小姐赐婚给二殿下萧景恒，则良辰吉日完婚。你说什么？再说一遍。苏小姐将嫁给二殿下。备车，去宫里。姑娘，不好了！朝堂上传来消息，二殿下当众拒绝了陛下赐给您和他的婚事。不过二殿下派人送来了这封书信，说请姑娘移步二皇子府，他要当面跟您说清拒婚的缘由。备车，去二皇子府。是，我这就去安排。之意，
你该清醒些。二殿下心思柔软，对苏冉月格外不同。你若再畏手畏脚，太子妃、未来皇后的位置，皆与你无缘。我知道，可我不甘心。我自幼便爱慕景云哥哥，绝不能眼睁睁看着他属于旁人，绝不能！想要牢牢锁住一个人，就得用非常手段。有了羁绊，殿下便再也甩不开你。是，娘娘，旨意记下了。景云哥哥，天色气躁，喝杯清茶解乏吧。有劳。你在茶里放了什么？沈之意，你对我做了什么？你不要怕，我不会害你，我只是想留在你身边，一辈子陪着你。所以说，要故意用这样的方式让我知难而退吗？我不断说服自己，只是喜欢书里那个纸片人，可为什么还是很难过？你知道我喜欢你多少年了？从我看那本小说开始，你就一直是我心里的白月光。来到这里，我揣着满心欢喜，盼了那么久，念了那么久，到头来才发现，都只是我一厢情愿。我虽听不懂你满口荒唐胡话，但你记住，往后不许再为旁人落泪，更不许这般作践自己。谁见我旧梦山，谁救我出孤城，谁还我劫燃确实，书里的女主角本来也不是我。你明明那般讨厌我，为何三番五次总要出手帮我？我只是不想看见你哭。此生不过诉云死，有一人孤掌深耕，而都不出过往。你干什么？萧金寒，你疯了吗？红尘不敢几千人，待满天人生山，在等待真那个不情人，爱未在更冲散，侥幸无来相见，放下愁已不醉人，不再等为心愿，转眼里回忆浮沉，旧故飞，走一世俗凡人，泪一绝的心愿，莫求问莫我到底在想什么？
萧敬寒，他怎么就一直在我脑子里挥之不去啊？不，我怎么可能喜欢他？我怎么可能对他动心？他开局那样虐待我，把我折腾得半死不活，动辄冷脸，强迫我。本王说他是本王的，他便是本王。我又不是 M 人格，犯得着上赶着喜欢一个折磨我的人吗？阮月，那日之事不是你想的那样，我从来没有想过要负你，更从未喜欢过沈之意，是真的不是你想的那样。二殿下，你本就该是属于沈之意的人。阮月，我对不起你。从汉墨斋出狱，我确实有调查过你的身份，但初时不过协议相近，未料日久竟动了真心。我本就不是这个世界的人，天命难违。他心悦你多年，又与你有了肌肤之亲，于情于理，你都该对他负责。你说你不是这个世界的人，是什么意思？有些缘分从一开始就错了。你是未来储君，是天下共主，而他才是命定站在你身侧的人。二殿下，我只求你2件事：日后继承大统，莫要因皇权伤害无辜，也求你放萧敬寒一命。阮月，我知道现在说什么都无用，待他日我手握权力，必以余生相护，也必应你这2件事。梳理他和沈之意的纠葛，终究还是顺着轨迹撵了过来，而我自始至终都只是个妄图改命的局外人。那些隔着书页的倾慕，那些困在局里的心动，那些小心翼翼的期许，从今天起就都画上句号了。故事还是回到了原点，不过他以后应该不会拿将军府开刀了吧？你怎么还有这种爱好？你以为你藏起来就没事了？我从前喜欢萧景恒，怕你，躲着你。现在就算我对萧景恒死心了，以后也绝不会喜欢你。本王会怕你不喜欢小姐，夫人特意吩咐奴婢炖了一碗安神汤，给您送过来了。人心不灵，做出决定，向黑暗失去光明。天空萧敬寒，你就是个疯子，不可理喻的疯子！我会慢慢的等到你一点点爱上我。我失去你是不明，万千爱在随风凋零，相遇有离，散流水落花，辜负了情，是天注定，是梦会醒，爱人在心上留下背影。我从前喜欢萧景恒，怕你，躲着你。现在就算我对萧景恒死心了，以后也绝不会喜欢你。
臣参见靖王。从今日起，令爱苏阮月搬去靖王府静养。殿下，这万万不可！小女乃是未出阁的闺阁女子，无辜迁入王府，日后清誉何在？本王不是来与你商量，是知会你，我不允许他有半分闪失。至于名分，本王自有安排，绝不会损他半点清白。臣遵命。小说里，萧敬寒凄情寡淡，根本就没有感情线，终身都在和萧景恒较量，争夺皇位。难不成是他喜欢我？不，怎么可能？苏姑娘，将军已然应允，请随我们即刻前往靖王府，车马早已在府外备好。什么？去靖王府？是，车马已在府外备好。我不去，我为什么要去？萧敬寒，你这样欺负人很有意思吗？你这个疯子，你就是想把我攥在身边，拿我当对付萧景恒的棋子，对吧？去将军府，把他的贴身丫鬟接来，即刻。小姐，小姐，你怎么不吃东西？春桃，你来的正好，我正愁没人帮我忙呢。他不是喜欢把我关在这儿吗？那我就使劲折腾他，折腾到他烦，烦到亲自把我赶回将军府。小姐，能行吗？这里是靖王府，没人认识真正的苏阮月。明天早餐我要在花园凉亭里吃涮锅，让他们搬桌子、搬椅子、搬炭炉、搬铜锅。爽。他今天做了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苏姑娘在花园凉亭涮锅，搬了桌子、椅子、炭炉、铜锅，后厨的菜挑了个遍，下人们伺候了一早上。由着他，把花园凉亭收拾干净，明早备上同样的锅，他还要吃。印象当中是先煮开茶水的吧？怎么有点不记得了？颜色不对，奶放少了。汇报，王爷，不好了，出大事了！慌什么？慢慢说。苏姑娘闯进后厨，灶台都快被烧着了，厨女们根本拦不住她。先把后厨火势稳住，把她给我带过来。后厨好玩吗？火候不好控制，我再试一次应该能成。先把脸洗了，下次烧后厨之前，先知会我一声。靖王府新规第1条，当差不许耷拉着脸。第2条，见面笑着问好。来，大家跟我练一遍。你好，吃饭了吗？你好，王爷，
苏姑娘把府里所有丫鬟仆役召集到前院，说是开什么团建大会。无妨，她想闹便让她闹，只要她开心，别伤了自己就好。快点，快点！小姐说了，晨练不许迟到。大家听好，身体是革命的本钱。今天教你们一套晨间唤醒操。开合跳，1、2、3、4。春桃，开合跳，1、2、3、4。苏阮月，你到底想干嘛？我在锻炼身体啊，你要一起来吗？小姐，你说靖王他怎么就这么纵着你啊？你这都折腾快1个月了。小姐，你说靖王该不会真想当咱们姑爷吧？呸！你可别瞎说，他可不是什么有7情6欲的人。别瞎说了，去帮我把纸笔拿来，我要画个新衣裳。他喜欢大家闺秀，那我就偏不做大家闺秀。小姐，这衣服不合规矩吧？不合规矩正好，等他觉得我不成体统，自然就把我扔回将军府了。明天就去找裁缝。小姐，那边那个就是书房里那位。苏姑娘来王府这些日子，气色倒是越来越好了。从前王爷政事繁重，常夜不能寐，我便时常陪着。没想到如今，王爷身子不行，该找太医才是。演技差评。听闻皇帝前些日子向陛下提了赐婚之事，陛下也是竟推辞了皇帝的请求。说起来，可是皇嫂赏给你的那位美人没把你伺候好。没想到皇帝20余年来从不近女色，如今竟动了娶妻的念头。皇嫂说笑了，莫说一个女人，本王若是想要这天下，也是易如反掌。想要做靖王妃，占尽一切风光。靖王可以护她周全，却护不住她的名节清白。你趁靖王入宫时，将药下在苏阮月的饮食里，待他药效发作，神志不清，便会求着府中小福坏自己清白。芍药，你为何在此？二殿下，如今奴婢听从皇后娘娘安排，在靖王府当差，今日随红鸢姑娘前来拜访沈姑娘。你娘的病好些了吗？红鸢平日可是苛责待你。没有，奴婢笨拙，常惹红鸢姑娘生气。一会儿你去私房拿点银子和药膏。谢谢二殿下。景恒哥哥，我准备了晚膳，今晚就在偏殿用膳吧。不必了，我进来只是想跟你说一句，如今你已然得到想要的一切，
莫要再设计暗上苏冉月。我得到这些有什么用呢？我得到你的心了吗？那是苏姑娘，好美。山刀和渔火，追焦和失落，许仙遇到白蛇，好多话要说。人在西陵渡口，这一支杨柳，竟然也想几分速度一过。我是花镜团上一点墨，夜看秋水忽醒一点梦。我是银台泥。这下够出格了吧？赶紧把我赶回将军府，麻溜的。不是总要曲折才能够回头，谁在地上挥手剪眉头的锁，为你专心万里不罢休。一梦烟柳残影雨满楼，随风呼天我用力挥手。你穿的这是什么？还不赶紧滚回去！在外头这般模样招摇，成何体统？啊！小姐喊你干什么？放我下来！凭什么？天天把我关在这里，难道我连穿衣自由都没有吗？没有。我就在断肠梦里等与你相遇。你穿成这样，是想我做点什么吗？你别胡说！去，给他做几身衣裳，要最好的料子。谁敢怠慢我，唯他是问。是。没用的东西，跪着！你最好给我听话点，不然我就让你那短命娘没药吃。我错了，姑娘，我什么都听您的，求您别生气。你是在哪儿当差的？这么热的天，怎么跪在这儿？奴婢在杂役房当差，打翻了红玉姑娘的羹汤，被罚的。起来，别跪了，去我那儿玩会儿。谢谢苏姑娘。七弟手握重兵，在军中威望无人能及，早已成了朕寝食难安的心腹大患。陛下，此人阴质狠绝，寻常小过小错根本动不了他的根本，唯有从谋逆之罪入手。皇后娘娘所言极是，萧京寒手中握有先帝亲赐的兵符戒，是他握在手中最致命的权柄。他迟迟不肯交出边疆防城图，朕看他迟早有谋逆之举。陛下放心，臣妇早已安排妥当，只要从他的私宅之中搜出通敌信径，说他带兵符回京意图谋反，到时候枭权夺爵，打入天牢，甚至赐死，全凭陛下圣裁。朝中拥护他的百官也无话可说。铁证如山，齐皇叔一死，便无人能护阮月，唯有将权力握在自己手中，才能护他。来人，速将此信送去靖王府，交到芍药手上。小姐肉要老了，还说凄情寡淡呢，怕是妻妾成群吧？苏姑娘，老奴多嘴劝您一句，别再折腾了。王爷他
这辈子不容易。王爷打小是先帝最疼爱的幼子，是先帝和先皇后捧在手心里长大的孩子。王爷和二殿下差5岁，虽是叔侄，却情同手足。七皇叔，他天天护着那个喊他七皇叔的小跟班。好景不长，也是这枚玉佩，见证了2个少年从情同手足到分道扬镳。先帝驾崩那夜，父皇，遗志在哪儿？交出来，便饶齐皇帝。当今陛下在龙床前逼先帝交出遗志，用王爷的性命要挟。当今皇帝篡改遗志，本想除掉自己的妻弟，却畏惧王爷手握先帝亲赐的兵符。先皇后为了护住儿子，被逼自尽。那条白绫是二殿下亲手送进殿内的，别怕。王爷被流放到边疆苦寒之地，是先帝留给他的兵符符器和防城图让他活了下来。他在边疆自立为王，却又被当今皇帝忌惮，回京中做了摄政王。难怪之前那么讨厌我。王爷，今年给2位老人的补戒与银两未能送到，张老夫妇被人所害，早已殒命。什么时候的事？立刻去查，究竟是何人所为。安葬好他们，此事不必让他知晓，半字都不许透露。是。我来到这里，才发觉他并不像书中的反派男二，那些文字未曾记载的过往，既是他心口的伤疤。你忙你的，看我干嘛？怎么了？把你关在书房，不高兴了？没有。你怎么了？没什么。到底有什么法子能拦住他，不让他一步步踏向书里的结局？总不能直白跟他说我是穿书过来的人吧？今日会早些回来。王爷今日不在，是下手的好机会。事成之后，我便替你向王皇后娘娘求情，放你出府。不听话，你知道会怎样？苏姑娘，我不想害你。我不想害你，对不起。正好，我还真有点渴了。二殿下，出什么事了？父皇母后共议，准备以谋逆之罪论处齐皇叔。阮月，你相信我？那要怎么做才能阻止这件事？唯有让他们搜不到物证，才能破局。
苏阮月，你好大的胆子！皇侄不好好守着自己的女人，私会你皇婶，是想闹哪一出？萧京寒，你胡说什么？谁准你去见他？你凭什么管我？我又不是你的人。我连出门的自由都没有，算什么？你说你不是本王的人，那你想是谁的人？你怎么了？萧京寒，我才发现，我好像有点喜欢你了。天空已不会放晴，我留不住你深深的眼睛，把悲伤倒映，走不出心底秘密。我失去你是不明，万千爱在随风凋零，相遇有离散，流水落花，辜负了情，是天注定，是梦会醒，爱人在心上留下背影，思念是一种可惜。你乖乖躺在这里，不要乱动，去找太医。王爷，借一步说话。苏姑娘脉象扶树宏大，滑而有力，此非寻常发热，乃是服用了烈性催情之物。药效多久能退？他有没有危险？药力已入血脉，约2个时辰药效退去。下官已备好清心解毒的药，温水送服，能让他好受些。谁下的药？王爷明鉴，妾身不知什么药。是奴婢一个人做的。拖出去，杖毙。等等，你不要杀他。他今天必须死。滚！芍药就是个被推出来当枪使的丫鬟，我连保她一命都做不到。哪天我要是也惹到她，我的下场能好到哪儿去呢？最近靖王出府办事，天天安排沈嬷嬷守在苏阮月身边，寸步不离。沈嬷嬷，从小把她养大的那个老奴才。是。那我们不如将计就计，从萧京寒最在意的嬷嬷下手。
我倒要看看你在萧京寒心里究竟有多要紧。想家了吗？怎么突然问这个？忙完这几日，陪你回去一趟。好。这叫纸飞机，比纸鸢飞得快。你会的，怎么都是逃命用的东西？你做一个给我看看，不会飞的要认输。这里的爹娘，他们对我很好。好到有时候我会忘记，我其实不是在这里长大的。能被人善待，是你自己值得，跟你在哪里长大无关。那天你对我说的话，是真的吗？什么话？我不记得了。是吗？那我得想办法让你想起来。看样子殿下待阮月情深意重，可为何不肯提亲？不是不肯，是不能。陛下忌惮两家联姻，恐靖王朝中势力过盛，